欢迎收看全国瞩目的政治真人秀《习近平接班人大赛》。在火热进行的节目中，各路英雄豪杰已经出场亮相，其中包括团派的胡春华和汪洋，先是江派后是习派的丁薛祥，还有镜头终于转向了我们今天的主角，习家军的最大备胎选手陈敏尔。最近陈敏尔也变脸倒戈了，一向元老派递交了投名状，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他的出场方式是以浙江文宣小将的身份崭露头角，一路跃升为习近平的御用语文课代表，传说中之江新语的幕后神笔马良，更亲手操刀习的笔名哲新，一出手就让习总文艺中老年的气质爆棚。陈敏尔从浙江拼到贵州，再从贵州打到重庆，本来被盛传是储君的不二人选，但可能是重庆的风水不太好，背刺坑他的人太多，也可能是因为陈自己过于张扬，引起了习的猜忌。在第20集的节目中，也就是中共20大，陈和观众连声再见都没来得及说，就从政治局常委的门口一脚被踢到了天津。陈敏尔这位政治赛场上的现役备胎运动员，也许永远在候补席上热身，也许会在第21期节目中披挂上阵。来人，叫小敏同学上。但眼下的重要任务是先稳住各方大佬，原地等待自己若隐若现的高光时刻。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田真。话说，昔日被钦点为储君候补的陈敏尔，最近突然加演了一场大戏。根据多方消息来源，他偷偷摸摸写了一封举报信，不是给组织，不是给中纪委，而是直寄温家宝的家门口。在红墙高层疯传的信的内容可不得了，揭露习老板之前玩过的特工游戏，偷偷搜集胡锦涛与温家宝家族办公室的各种小秘密。再回看中共20大闭幕现场的那一幕，全球媒体都还在回放胡锦涛被架离会场的慢动作镜头。没想到更大的内幕，居然是一场惊天未遂政变。原来真正的剧本是打算在中共20大前上演一场高层权力大扫除，一口气打包处理掉15位老干部，什么团派、元老这些前朝旧臣，全部打包送出局。胡春华和汪洋肯定都在黑名单上挂号，一个也不能少。相传这计划都快要实施时，突然间坐在会议角落喝茶的陈敏尔举手说话了。胡书记当年对我们不薄嘛，一次扫15个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场面一度安静。下一秒，陈敏尔因为不够忠诚，常委门票直接作废，被忠诚度更满分的李希一脚踢下台。这时候的陈敏尔终于明白，他不是主导政变的关键人，而是被当成人形自动背锅机的工具人，所以赶紧暗中走风放料，不是为了什么拯救胡温，而是想着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万一哪天政局翻车了呢？提前为自己准备一封政坛甩锅的说明书，交点忠诚度材料很有必要。这位文胆出身、温和儒雅的陈敏尔其实心里盘算得很清楚，有了这份句句刺向昔日老板的投名状，混上个政治局常委当当，或是第一副总理的位置也挺香。别忘了哥是干啥的，笔杆子出身的，写个反水信还不会，那哥不是白混官场这么多年了。陈敏尔真正被视为习近平的备胎，是在前2个储君孙政才倒台、胡春华受压制的中共19大上。2017年，陈敏尔被点名空降重庆，接手了那个政治气场异常浑浊的地方，还在中共19大上抢到副国级门票。一时之间，全党上下纷纷传唱，
小敏同学是新的储君，就差没给他开个粉丝后援会。但人生高光过后，往往是情节反转。据说小陈后来就有点飘了，开始在对外场合频繁出镜，笑得太迷人，讲话太自信，让习总内心起了涟漪。这小子是不是太想红了？2019年9月，陈敏尔远赴新加坡出访，1个月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回访重庆，而王瑞杰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陈王两人相谈甚欢，谈到中兴的未来合作，王瑞杰居然大胆说出希望这次能为我们下一代领导人铺路。结果陈敏尔也毫不含糊地附和，言下之意几乎就是对，我也准备接班了。这俩人的对话，外界听着激动，北京听着胃痛。亲北京的多维网兴高采烈的报道，直接写下了惊世标题：中兴下一代领导人重庆首会面。此等排场，怕是比登基预演还隆重。但在北京的政治的传统里，这样的高调表态是犯忌的，属于大忌中的至尊犯忌。媒体的报道也是害了他们。结果就是小陈的接班梦一夕梦醒，黯然出局。小王也没好到哪里去，后来自己请辞不玩了，现在是新加坡前副总理了。两人联手搞了个双输外交事故，一场见面把彼此的仕途都提前掰弯了。更悲催的是，陈敏尔当重庆书记期间，重庆魔咒一个接一个上演。副书记任学锋在北京高空纵身跃下，市长唐良智曾被传闻是习近平亲家，也被免职。一路跟随陈敏尔的大秘严伟也因收受巨额贿赂出事，仿佛全程都在玩谁是卧底。别忘了，重庆的风水一向有领导火化场之称啊。王立军从这里出逃，薄熙来在这里翻车，孙政才也没能活到剧中。重庆简直是中共政坛的百慕大三角。陈敏尔怎么办？重庆魔咒确实打破了他入常的希望，但你别说，虽然没让他进常委，但也没直接发配边疆，而是把他打发到天津这种尴尬但还体面的地方。这种安排至少还挂着点希望。所以坊间才传，下一届中共21大，陈敏尔还能不能上演一次逆风翻盘？今年一开局，重庆的官场像进了微波炉，热得一批接一批的爆米花式落马。陈敏尔昔日提拔的官员就有超过20人集体排队备查。连陈的政绩工程江北机场 T3B 航站楼刚通过验收，机场高层就表演双人跳水，同日落马。重庆机场集团副总经理熊德志与2级专员贾昭轩，机场的贵宾通道还没来得及走，就被人请去喝茶了。近年来，陈敏尔的老根据地贵州也同样官场塌方，一大批他的旧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就连陈在贵州的大管家原政协副主席李在勇也光速落马。陈敏尔的旧部遭清洗，暗藏围绕习接班人选激烈内斗的色彩，或者说是习家军的内斗正酣。在习家军的队伍中，还是别想太多。习总不喜欢别人太像接班人，所以你的名声不能太旺，眼神不能太灵光。唯一的任务是不要让观众怀疑你是主角。所以陈敏尔担任忠诚的幕后备胎多年，专司捧宴、递笔、题词、端茶，他自己的人马还是保不住了。陈敏尔1960年出生，原本是个草根青年，却一路滑进了习家军的核心，堪称从宣传部里走出来的潜力股。据时评人高鑫在自由亚洲专栏文章中透露，
陈敏尔早年就给习近平出了不少文化点子。陈敏尔在张德江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向张建议在浙江日报上开辟钱江浪花专栏，日后成为浙江日报的一大品牌。习近平开始自己想出来的钱江新语，有点东施效颦的嫌疑。陈笔杆斗胆建议叫枝江新语，直接用浙江略显直白，不妨改用古称枝江，显得更有文化气息。习近平听了，顿时龙颜大悦，原来自己是这么有文化底蕴的省委书记啊。至于专栏所用的笔名哲新，据说也是陈敏尔的才情。说是哲，既是浙江的浙的同音字，又取了哲理之意，而新又是新语的新字的同音。浙新还蕴含了浙江新任领导人的意思，寓意浙江在新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欣欣向荣，百姓欢心，官员新配，中央欣慰，拍得习近平那叫一个高兴。陈敏尔活脱脱地担负起领导笔杆加宣传参谋加领导形象设计师的重任，怎么后来老习就把他给甩得远远的了？现在习近平失势，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要峰回路转了，陈敏尔也应该想象自己即将成为黑马，毕竟他现在的角色还没彻底出局，剧本还没有写绝，只是在等待下一集，看看新导演怎么安排。但能在下集入戏的前提是，他别再被下属坑，别再踩魔咒，更别再抢戏份。只要稳稳守住现在的人设，说不定哪天又被上头点名提笔伺候，再来一次枝江新语续集也不是不可能的。反正你懂的，在体制内活得久，演得稳才是硬道理。观众朋友，您觉得现在掌权元老们会重新启用陈敏尔吗？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